外交政策，它会产生很多分立。那么就整体的军工复合体来说，我觉得他们把俄罗斯锁定成首要敌人的可能性要大于锁定中国，原因有3个。第一个就是可信性，就是你要去卖你的产品，你要去寻找你潜在市场，这个市场当然是国会要批预算嘛，你要说服对方，你就要说我们搞这个事儿是绝对必要的。那你说是俄罗斯的这种危险，或者它这个凶悍程度强呢，还是中国凶悍程度强呢？俄罗斯号称北极熊，中国呢是熊猫。虽然大家都有一个熊字儿，但是熊是会吃人的，熊猫不会。这种东西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在冷战中已经投入了几十年的宣传和各种各样的这个资产的投入吧，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国老百姓一提到俄罗斯都会有一种恐惧的心理。但是你要说的中国要把它说的这么可怕，这得还需要投资几十年才能见效。所以就这个意义来说，就可信性而言，这个军工复合体这些人会思考这是一个成本计算的问题。你说俄罗斯威胁可信这种程度更好卖你的武器呢，还是说中国威胁论更好卖武器？显然还是俄罗斯。当然我不排除中间有些像海军他们这个利益集团可能会更强调中国，但是其他利益集团会跟他的势力相互抵消。第二个原因，为什么军工复合体会锁定俄罗斯而不太可能锁定中国，就是一个跟欧洲盟友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要搞一个军火的销售，要寻找市场。我这些生产军火不光是要卖到这个美国国内，我还要销售全世界，而且我要通过跟欧洲之间的这个联合，当然包括欧洲市场了，你要让欧洲人相信中国比俄罗斯更可怕，这件事情很难做到。因为俄罗斯在欧洲历史上，它一直就有一种比较吓人的这样一种形象就是按照他们的说法，随时有可能进攻欧洲这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是你要说服欧洲人相信中国和欧洲会爆发战争冲突，这个销售这个是很难做的所以当你要做一个战略销售工作的时候，你宣传俄罗斯作为一个主要的敌人，说服力会更强，对于欧洲盟友来说，他更容易接受。第三，就是面对和针对俄罗斯的武器系统，它的价值是非常高的你比如说先进战机 F-35，你不能说我是瞄向恐怖主义分子的吧？那你需要花这么多钱 ？F-35从研发到部署到最后运营的各种费用，一共花了多少钱？15000亿美元，在它所有生命周期中间，我的天15000亿美元就搞一架战斗机，你想想看，你要想把这个销售说服美国国会我要花这么多钱对付恐怖主义分子，人家能买账吗？你要说中国比较牵强，因为中国的战机研发跟美国这个落差还是比较大，虽然我们现在也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必要性没有这么强。只有俄罗斯，它的空中战力跟美国虽然历史上双方是差不多的，虽然现在比美国弱一些，但是仍然具有可信性还有呢，反导系统、导弹系统，这些东西都是针对俄罗斯的为什么你说面向中国这个东西不可信？你要搞很多像反导系统，投了3000亿美元了，在情况完全良好的、完全理想情况之下，拦截率只有44%。你如果说面向中国和北朝鲜，说服力就不够，因为什么？反导为什么要防止导弹就是导弹本身并不可怕，它是弹头的问题如果说你不是核弹头，那不过是个大型的炸药包虽然我防不住，但是损失不会太大。关键是核弹头，而核弹头呢，只有俄罗斯和美国这有好几千枚。虽然大家说要裁减到1500多枚，但是这个数量仍然足以摧毁全世界好几次。中国的核弹头这个数量是远远低于美国和俄罗斯的，具体咱们不敢说，但是至少是低一个数量级。所以你说你要花这么多钱去主要面对拦截中国的导弹、拦截朝鲜导弹，这个也是很难卖的。而这些研发是特别有价值、利润特别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锁定俄罗斯比锁定中国更划算就是从商业角度来说，成本更低，收益更大，利润更高。那么为什么要探讨这些问题就关键是我们以前在分析这个就美国、中国之间的关系，或者分析所有国际政治的关系的时候，就是我们往往忽视了很多细节问题，或者忽视了
它内部势力集团博弈的中间的一些细节的问题。如果不把这些问题看清楚，你就不可能去搞明白啊。它内部说我要搞一个政策调整，它能不能做得到，能不能行得通？通过这2个月的实践，我们已经观察到了啊，不管是这个特朗普也好，还是这个福林事件也好，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他想调整对外战略，要想跟俄罗斯和好，首先啊，这个情报圈的人和军工复合体就会站出来反对。这种反对将足以产生否决的效果。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特朗普不换人呢？因为不管是 FBI、CIA 还是 NSA， 这些头头都是属于总统管呢，总统一纸调令或者一纸这个任命就可以把他们换掉啊。这个问题就没这么简单了。你以为特朗普不想换吗？他肯定是很想换这些人的，关键是你换不动啊。简单的说，几个原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如果撤换大批的这些情报部门的头头，这说明你心虚啊。人家是合理合法的在办案啊，调查国家安全的问题，你有什么权利去把人换掉呢？除此之外，就是如果你这么干，明显有打击报复这种嫌疑，所以你要是这么干，就会引发媒体的进一步的这个大规模的攻击，所以会在政治上非常的不利。第二个原因，如果你强行换的话，你任命的新人选，在这个国会啊，因为要经过国会任命啊，在国会就会遭到很大的阻力，因为你是挟私报复啊，你是党派之争，所以民主党人会联合起来啊，就反对你的新任命，你的新任命就很难通过啊。即便是你侥幸的通过了任命，如果你想想看，底下人全部都反对这个新的局长或者头头，他在那个位置上能坐得稳吗？就像福林啊，他当局长他2年就被手下人挤跑了，所以特朗普即便是想换人，现在也绝对不是时候。当然，发生在美国的这些事情，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给我们的一种分析美国问题一个新的视角。你不能够把它当成一个绝对理想的状态来看，法律这个授权总统这个权利那个权利那都没有用，权力不是在真空中运行。权利，即便是法律给你的权利，也不能保证100%的足额兑现，啊，这必须要受到当地各种制约条件的综合影响。简单的说，我们必须要对美国的权力运行制度进行非常仔细和深入的受力分析，你才能够看得出来，哪些是总统想干，而且有可能干成的事儿。虽然外交权是明显属于总统的，但他想调整的时候调得动吗？在内政上也一样，如果有若干强大的势力集团反对，他这个内政能推得动吗？这都是我们在考虑美国考虑他的政策也好，对中国的影响也好，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框架。在我看来啊，就是这种框架还必须要结合丰富的历史知识啊，才能够构建起一种新的对美国这个运行制度的一种这个客观的分析。形象举个例子吧，认识这种问题的框架，就好比是我们人工智能中所讲的啊，网络中间各个节点中间的算法，而历史知识呢，就好比是这种大数据，我们不断的导入历史知识这种大数据进入这套人工智能的体系，这套网络，然后观察输出，然后用这种反馈来调整各个节点之间的权重，然后你这套分析模式啊，你这套模型才会变得越来越智能，然后预测力才会越来越准确。所以呢，我们很多人在过去非常强调知识啊，你看我知道美国这个事儿，我知道历史上这个事儿，但是你知识掌握的多，并不意味着你的分析能力会有所提高，这是2个问题。在当今知识爆炸这个年代，知识的成本是趋近于0的，无限下降。你要找任何知识，可以上网一查，不管 Google 也好，不管百度也好，都能够很快找到这个知识。但是找到之后，你会使用它吗？你会有效的分析它吗？这个必须要靠框架。所以在我看来，在未来的这个社会中，知识框架的价值要远远高于知识本身。
那么我们怎么来建立这个日式美国这种政治运行、权力运行的这种框架呢？在我看来，首先就要涉及到，要对联邦政府的它的功能要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在我看来，联邦政府的最重要的它的特点是，它是国内若干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协调者。注意，它不是领导者。这个可能跟我们中国人的很多的观点和想法是不一样的。在我们的概念中，政府是全国老百姓的家长，所以政府要管理所有的事务，无论你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政府都要负责呀，这个找政府啊。中国人这种心态是什么呢？是一种你把政府当成一种无限责任的政府，但是在美国它不是这样，政府是有限责任的政府这个就是一种文化理念，也是一种历史形成所造成的一种差异。美国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套体系呢？主要原因还是要从它的起源来看，就是它刚建国的时候，整个联邦政府是非常非常弱小的，是典型的强地方弱中央的这种模式。当时的联邦政府刚建国的时候，只有什么呢？总统国务院、财政部，然后战争部海关、最高法院然后连司法部的部长就是政府的首席大律师，都是个兼职工种然后你会看到联邦政府中最大的部门居然是邮局它的联邦军队人数也很少，只有4、5千人。在那样一个历史阶段之下，你让联邦政府怎么去管事儿啊？它规模太小，所以呢，这就导致了美国从立国一开始，它这个基因中间，联邦政府就不是说所有事儿我都要去管的，它就说我只是作为一种代理这个利益集团的代理，我就是利益集团的代理人。所以从它建国一直到20世纪初这100多年的时间里面可以说美国政府、联邦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工业资本家，主要是这些资本家、金融家、商人的代理人，这是它的核心的作用。所以你会看到，在19世纪中出现了什么反垄断法等等等等。反垄断是反谁的？我们以为是按照法律来看，好像是反企业的，企业不能搞垄断。在头20年里面，反垄断法主要针对是工会就是你如果说在工厂中工人要组织起来要求加工资，这是违法的，这是反垄断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要联合起来向资本家说我要涨工资，这不就破坏自由市场经济了吗？因为在自由市场经济之下，任何人都不能拉帮结伙你要拉帮结伙，工会就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这种行为，你是不能这样联合在一起的。这样就会导致你会看到，在美国在19世纪出现的所有罢工、工会这种行动之中，联邦政府永远是站在资本家这个立场上帮助资本家镇压工会、镇压罢工。这个在中国人看起来就特别不能理解这不公平我们会说，这个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这是我们传统中的一个观念。但是在美国的这个制度中间，我本来就是代理了资本家的，代理这个工厂主，代理这些商人和金融家的利益，我凭什么要管你的利益呢？这是我的政府职能所决定的。这个是我们看到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初，可以说美国有100多年属于工业化和工业资本家野蛮生长的这样一个年代。他们很爽因为在那个时代，联邦政府规模非常的小既没有这个个人所得税，也没有公司所得税，然后政府也没有这么多规章制度，所以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所以各个企业家都非常非常开心发展的结果呢，当然是到20世纪初就形成了这种垄断就进入了垄断这个资本主义时代。这个时代中，你会发现各个行业中高度垄断的这些财团这些大的这个资本家已经几乎垄断了全国所有的经济资源。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老百姓的怨气越来越大。道理很简单，这就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原理。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如果一种势力达到了一种压迫、压倒其他势力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的时候，就一定会激发反弹。所以当时大家就要求联邦政府要管事儿联邦政府要变大呀！你如果不变大、不管事儿的话，那老百姓的利益怎么保障？就出现了这种呼声。这就是20世纪初头20年出现的进步运动。
所以呢，在进步运动这个过程中，第一次改变政府职能的就是老罗斯福总统啊。他在工人罢工这件事情上啊，第一次没有完全站在资本家利益上啊，出现了罢工怎么办？联邦政府出面，首先工人们不准再闹事儿了，同时也要警告资本家，你们要做些妥协让步啊。他是两边施压，最后呢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会发现，这是第一次联邦政府的职能出现了重大的调整，它不再完全代表这种资本家的这个利益，而是开始逐渐的考虑新兴利益集团他们的利益诉求啊。他这个代理人的角色从绝对的单一代理变成了多重代理，当然资本家可能还是占绝对优势，但是也开始考虑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奠定现在美国的这套政治体系这种代理制度的主要的时间是美国大萧条啊，那个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塑造了整个现在美国政治体制的最核心的基础，就是那个时代出现的。大萧条，罗斯福上台之后怎么办？为了对抗萧条，通过了2次罗斯福新政，制定了大量的法律啊，每搞一个法律就会有成立一个新的联邦机构，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管理股票市场的这个 SEC 啊，管理这个大家存款保险的 FDIC，然后社会安全局等等，都是在那个时代成立的。所以联邦的部门就开始越来越多啊。这个时候各种这个教育部、这个什么劳工部、商务部这些都已经逐渐成立起来了。所以联邦政府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啊，权力也变得越来越大。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它的性质啊，它仍然不是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者这个来运行的啊。在我们中国看起来，政府嘛，就是要领导全国老百姓发财致富奔小康嘛。美国可不是这样，它一直都是代理人制度啊，底下各个势力集团谁声音大，我就给谁好处多一些。而到了2战之后啊，出现了更多新的利益集团，你比如说女权运动崛起了啊，少数民族、黑人、拉丁裔崛起了啊，还有什么同性恋、环保主义者，这些利益集团的逐渐崛起，使得联邦政府要仲裁、要协调的这种利益集团之间矛盾就更多了，所以这个时候要求它规模会日益的扩大化，啊，不过即便是这样，你会看到这套制度它有一个好处，它最大的好处，它灵活，它可以非常随机的应对各种社会新出现的现象。你比如说，以前谁也不知道会有女权主义运动崛起，谁也不会想到环保主义会崛起，而它这种开放式的结构啊，在体系上是可以容忍的。你出现一个新的利益集团，我就把你这个拿到这个体制内，我这个整个体系不用发生变化，所以它高度的灵活。但它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假如在社会中没有组织起来的这些人啊，要么是地区边缘啊，老少边穷，要么是话语权太弱啊。你比如说中西部的很多贫困的这些白人，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没人代表你，你没有集合成一个利益集团，政府就永远不会考虑你的利益。这个就是我们看到2016年大选过程中啊，中西部的这些贫苦的白人起来造反，通过选票把特朗普给选上了台。所以呢，当我们认识到了它这个结构的核心，我们现在就可以提出一个模式来，或者提出一个框架来，要认识美国权力的运作。首先，这个模式就是美国的联邦政府，它的主要的职能是利益集团中间的竞争中间的一个协调者啊，这个是核心。你有了这样的一套思想体系之后，有了这样的一个框架之后，你就可以进一步的去分析、建立方法论了。你比如说，到底哪一派利益集团获得了好处啊，或者占了上风啊？这个时候你可以分析一下财政收入啊、财政支出的情况啊，你可以分析一下国会立法，你可以分析一下最高法院的案例啊，你可以分析一下总统令啊，诸如此类的问题。因为最终这都是博弈之后的结果啊，体现出来了，大饼已经这么切了。所以从这些现象中，你就可以看到美国现在哪个势力集团拥有着更强大的声音，哪派会压倒哪派。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建立的一个整体的框架。那么回到我们对于外交这个问题来理解，就是在美国外交战略制定过程中，有哪些利益集团可能会对国家外交政策出现重大的影响呢？因为这个是我们比较关注的问题啊。
那么在我们看来，首先你要搞清楚影响外交政策的势力集团主要有哪些。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上期我们说过的情报圈显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他们恨不得是一票否决这样的权利，就是当总统的意见跟他们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他们是可以否决总统的啊。如果你不按照我们这来，我们就可以想办法把你整垮。这种权利就非常的大，而这种权利在正常情况下是完全不在我们的视野范围之内的。如果不通过福林这个事件爆发出来的话，我们还两眼一抹黑。另外一个重大的势力集团就是军工复合体。军工复合体又名军工铁三角，是由军队、军工企业和部分国会议员组成的庞大利益集团。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便在其著名的告别演说中告诫美国民众警惕军工复合体这头怪兽带来的危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军工复合体发展至今，不仅没有受到限制，反而一直在背后操纵欧美国家的政治、外交、军事和军事战略，深刻地影响着美国政府的决策及社会。当然还有其他的利益集团，你比如说能源集团，像石油财团两伊战争不就是石油战争吗？但是能源集团跟前两者不太一样，他们具有着时效性，就是在某个总统任期中间，他们的影响力特别大。而军工复合体和情报集团是在所有总统任期中，它都具有着绝对性的影响力。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外国人的游说集团，像以色列人、阿拉伯人他们都在美国有大量的院外的这种游说活动。但这些游说集团仅仅影响美国外交的一个局部，比如说中东政策，他们会发挥比较大的影响力，但是并不是涉及到所有的方面。所以通过这种分析，我们会看到两个最主要的势力集团，一个是情报圈，一个是军工复合体，这是需要我们重点分析的。关于美国情报圈的问题呢，上期我们做过专门详细的讨论。那么可能大家还是不理解，为什么情报圈人死咬着俄罗斯不放为什么他们就不能调整一下思路跟着总统的外交政策发生转移呢？其实这个道理我们深入去想，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要看它内部的整个的人员的构成。现在在情报圈里面，所谓当权派吧，大多数是50多岁的人，而这些当权派参加工作，这个时间大概是80年代前后也就是他们参加工作的时候，正是冷战的高峰期所以他们所受到的这个训练包括获得情报的各种这种训练，包括他们培养他们的这个整个经历，还有他们个人成长的经历，都是在冷战时代，所以脑子里面形成了一个对俄罗斯或者对前苏联有一种可以说是一种感情上的一种情结就是始终把他当敌人。这不是短期之内能扭转得过来的。虽然最近10几年吧，反恐战争崛起之后，这个中东问题专家现在行情见涨，但是这些人往往资历尚浅，他们很多人都是这个80、90年代、90年代以后才参加工作的，所以这些人在这个核心圈里头还不具备决定性的影响力我们如果仔细去想一下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如果说我是个领导，我是受苏联情报或者叫俄罗斯情报训练出身的话，我对这套东西驾轻就熟。但是你让我搞中东情报或者叫这个东亚情报，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很生疏。那么我呢，如果我是作为一个领导，我就会把这个工作委派给底下的人，而底下人很快就会蹿起，最后领导一下发现说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都是你手下人帮你回答，那还要你有什么用呢？这样的话会砸我的饭碗呐。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是不愿意轻易离开自己专业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整个情报圈里面从来就是弱势群体因为首先这个人数就很少，人微言轻，就是离发生绝对的影响力还差得很远。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当我们在考虑就是任何外交政策，美国外交政策要这么调那么调的时候，你首先得看影响它的事业集团中间这些人是哪些人组成的，他们能不能够一下子转变过来，去接受一种新的我战略目标锁定成中国，我要把中国当成主要对手，你们去做这个事儿。这些人就傻了，中文都不会对中国的情况完全两眼一抹黑，你让他怎么搞？人手也不足，
所以他们会本能地产生抵触。所以从这些现象中，我们会发现，你在考虑任何大的问题的时候，大的战略的时候，一定要落地啊，一定要接地气。你只有深入去分析他们的人员构成，脑子里面在想什么，你才会发现为什么这些人会坚决反对特朗普去跟俄罗斯和好，啊，因为你这么干就等于是砸了我们很多人的饭碗呐，这个东西是不能容忍的，啊。那么军工复合体的情况呢，比情报圈要复杂，因为情报圈一共就10几万人，当然他们人数少，能量大，军工复合体的规模是非常巨大的啊，它主要涉及到几个部分。核心部分就是军队啊，当然这是主要的，还有什么呢？还有军工厂啊，还有就是军事科研单位啊，就是搞军事研究的，也包括各个大学拿国防部这种拨款的啊，这些大学搞的实验室也包括在内，这是属于核心圈的。在外围呢，还有什么呢？就是国会议员呢，因为很多州都是靠国防工业的，所以这些议员显然要代表本州说话，他们也是这个利益群体中间重要的一环，因为他们要批预算，他们要搞立法嘛。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什么呢？战略智库这些智囊们也很重要，战略智库出报告是影响决策的。还有呢，就是这种院外的游说集团啊，因为他们代表各大利益集团要进行国会的这种游说，所以他们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一个网络啊。这个网络通过，比如说啊这个战略报告啊，通过政府的预算，通过立法。然后再通过这个旋转门，然后我的人到你那儿去，你的人再到政府中，政府人再到企业界，然后有效的把这套体系组织了起来。所以这个是军工复合体跟情报机构它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松散的啊，但是是通过各种这个粘合剂组合起来一个庞杂的一个体系，但它规模更大，涉及到的人更多。那么军工复合体这套制度是什么时候崛起的呢？主要是2次世界大战啊，我刚才说过，美国在2战之前啊，它整个的政府规模都是偏小的，是袖珍型政府。2战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切啊，在2战中，美国的军工体系获得了巨大的订单啊，要搞生产，所以说需要招很多很多人，军事机构加上军事工业生产部门一共雇佣了劳动力达多少？达到1000多万人。啊，美国当年大萧条，失业很严重，有700万人没工作。好，这一开始打仗，好家伙，雇了1000万人，还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劳工短缺。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像妇女啊，像黑人啊，这些传统意义上在重工业部门根本找不着工作的人，现在也纷纷到军工厂去干活了。哎，所以他在那个阶段中获得了巨额的订单和好处。大部分国防经费啊。一共花了多少？美国在战争中一共花了4000亿美元啊！4000亿美元，这可是天文数字，当时是金本位，不要忘了。所以大量的这个军火订单集中被10几家军火商吃下来，所以这些人一下就赚了很多很多钱，影响力暴增。那么在这个2战过程之中啊，你比如说现在军工复合体的一个重镇加州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崛起的。在2战之前。加州跟美国所有的州一样啊，就跟西部这些州一样，不过是个偏远落后的地方，跟中国现在西部的情况差不多，也没有什么大城市啊，像洛杉矶这样的超大都市，当时只不过是个中等城市，只有什么好莱坞这电影业，少数几个产业啊，根本就不算什么特别好的这么一些产业集群，也没有什么大量的重工业。美国当时所有的工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5大湖地区啊，西部呢？特别是在加州和这个西海岸很多地区，是工业基础非常落后，基础设施也很落后啊，公路、铁路、桥梁、码头、机场，一塌糊涂。是什么改变了加州命运？是2次大战啊，因为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军要跟日本在太平洋上作战，这就涉及到一个军需补给的运输问题。假如你军事生产的重心是在东部或者在中部，军舰是在东部造船厂来修的话，还有这个枪炮、弹药、坦克，那么你就涉及到一个漫长的越过整个大陆运到西海岸这样的一个交通运输的问题，成本太高，效率太低。所以联邦政府说啊，与其这样的话，我们还不如投重资在加州兴办各大军工厂。所以在整个战争期间，所有战争经费的10%是流入了加州啊，也就是400亿美元给了加州。现在我们听起来400亿美元好像不是什么大数
啊。但是刚才我说了，这是金本位的400亿，如果按照占 GDP 的比例来核算的话，相当于现在3万多亿美元啊，这是一个天文数字的投资。所以加州一下新修了很多像造船厂、造军舰的啊，飞机制造厂啊，然后还有这个各种各样武器装备生产啊，码头啊、军港，还有铁路、道路、桥梁、机场这些全面的改善，特别是军事技术的研发也放到了加州。你比如说半导体啊、雷达呀、最早的计算机呀，为什么加州会出现硅谷？没有第2次世界大战就不会有硅谷，就是因为大量的政府投资带动了加州这个军事工业的兴起啊。因为大家从加州出发，这个军舰直接就能够开入太平洋跟日本作战啊，那当然是省时省力了。所以加州在这一轮兴盛中变成了军事工业的一个重镇啊，这一直到现在，为什么加州始终是这个军工复合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这个原因。随着2战的结束啊，这个军火集团他们的好日子就快到头了啊！因为2战刚刚宣布停止，几天之内，政府就取消了300多亿美元的合同，300多亿，按照我们刚才 GDP 比例的算法，相当于现在2万亿美元的订单没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军工复合体这些人军火商们，那真是心疼的满地打滚啊！这么大一笔到手的这个财富就流失了，所以对他们来说，战争如果能够永远的持续下去，这事儿该有多好啊！所以由于他们已经在战争中赚了大量的这个财富，拥有着强大的游说政府能力，他们就一定会施加这种能力啊，就是开始游说政府，开始左右外交政策。军工企业这个集团啊，军工复合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第一次重大影响就是朝鲜战争啊。我们都知道，朝鲜战争爆发于1950年的6月。其实我们会看到啊，这个在1950年的1月的时候，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已经宣布了美国外交政策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只防卫阿留申群岛，然后日本列岛，然后这个还有菲律宾这边啊，他其实已经有意的把朝鲜半岛和台湾放弃了，就是在我们的防御圈之外。哎，中国你要想收回台湾，你就去拿好了啊；北朝鲜你要想统一南朝鲜，去打好了啊，基本上是这样的一种态度。这是1950年1月的事儿。但是到了1950年4月，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啊！这个巨大的变化就是啊，美国当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搞了一个文件啊，当然这是在游说的这帮军火商的游说之下，搞出了这个68号文。这个68号文件，当然他当时还没有预测到朝鲜战争即将爆发。他们当时提出就是美国现在国防军费开支太低了。我们强烈要求军费增加3倍，要保障美国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有绝对的领先这个地位。增加3倍是什么概念？就是1年军费要达到400亿到500亿美元这个水平。美国当年 GDP 是多少？1950年3000亿美元。你要搞400-500亿美元，这相当于 GDP 比例相当于13%到16%。好家伙，这简直是不可思议！这是完全是这个很疯狂的想法。那么谁能从这个事情中得到最大好处？当然是军工复合体啊！所以他们推出这个文件之后，在这个文件中啊，还提出一个观点，就是乔治·凯南搞那个冷战，靠政治手段逐渐去压制和所谓围堵苏联，军事手段为辅，这个东西太消极，我们要更加主动，也就是美国要主动的在全世界各地迎面出击，哪里有共产主义的扩张，我们就在哪里坚决反击。就是要提出以军事手段来取代政治手段，来解决一切的问题。所以正是由于这个政策的通过啊，我们看到4月份这个政策啊，这个文件吧，68号文件，完全推翻了3个月之前1月份艾奇逊和美国总统制定的国家外交的政策，完全颠覆了。我估计当时金日成是没有看到美国的68号文件，否则他发动战争的时候一定会掂量掂量，就是在军工复合体的这个强力游说之下，这就意味着你如果是爆发战争的话，美军就一定会介入。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啊，是由于中国参加了朝鲜战争，所以导致当时没有机会收复台湾，这主要责任是朝鲜战争。其实不是，是4月份这个所谓的68号文件，军工复合体其实从实际上已经改变了整个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命运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认识清楚。正是由于在朝鲜战争中这个军工复合体又暴赚了一笔，所以他们对政府的影响力、游说能力就越来越强大。这就导致了这个1961年，这个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发表告别演说的时候，第一次郑重地警告美国人民要当心军工复合体对美国政府施加的不正当的影响。艾森豪威尔我们都知道，他是2战盟军的总司令应该说领导了整个诺曼底登陆和欧洲战场的战争，他是见过这个战场血流成河这个场面的。所谓自古知兵非好战，他这种人是非常明白战争对财富是一种巨大的消耗，所以他就指出，军工复合体他们现在影响力越来越大，他这种影响力已经可以被每个城市、每个政府部门都能感觉到了而他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不正当的影响，所有人都应该有意识的防范受到他们这种影响。他提出就是在他看来，就是军备竞赛或者搞军事往军上投钱，在经济上是一种浪费。就是我们所建的每一艘军舰，所生产的每一辆坦克，所生产的每一发炮弹，这从最终意义上来说，都是一种经济上的偷窃。你等于是剥夺了很多人应该吃的这个饭，应该这个穿的衣服，都被你军费所剥夺了。所以他指出，你比如说一架重型轰炸机的开销，相当于30所学校的这个成本相当于50英里的高速公路这个如果一艘驱逐舰呢，相当于给8000人可以盖房子。所以最终这些东西都会拖累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过了这么多年，你回过头来再来听这个当年艾森豪威尔这些讲话，你还是会认为他的见解是非常深刻的，就是战争只能是有利于这些军火商，但是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是有极大的副作用的。In the councils of government, we must guard against the acquisition of unwarranted influence, whether sought or unsought, by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The potential for the disastrous rise of misplaced power exists and will persist. We must never let the weight of this combination endanger our liberties or democratic processes. We should take nothing for granted. Only an alert and knowledgeable citizenry can compel the proper meshing of the huge industrial and military machinery of defense with our peaceful methods and goals. 可惜后任的美国总统并没有认真去听取他的意见，或者也无力扭转军工复合体对于外交政策这种影响。最明显就是越南战争。在越南战争中，你会看到这个统计数据非常的有意思美国在北越投了炸弹的总的吨位，超过了2次世界大战所有战场投弹的总量2次大战呢，那是所有国家都基本上这个地球大部分国家都卷入了一场残酷的大战，这么多城市要轰炸。这个越南有什么城市它完全是个农业社会，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炸的呢？那么谁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巨大利益？每丢一颗炸弹，获利的当然是军火商了。所以整个这场战争唯一的获利者就是军工复合体，他们在整个越南战争中又狂赚了一笔。那么时到今日，我们看一下这个特朗普最近提出的这个新的预算，你会发现新的预算中，国防预算大幅增加了540亿美元，达到了接近6000亿这个水平增加这部分540亿美元，基本是有相当于整个俄罗斯的军费的总和了。这6000亿美元仅仅是基本军费，就是打仗的费用没有包括在内。你要把打仗的费用算进来，你要把老兵的各种退伍的福利算进来，再把其他乱七八糟费用算进来，美国的军费是8200亿美元。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经济被军工复合体的绑架程度之深，不亚于中国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绑架。这么高的国防预算，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特朗普是把全部的赌注压到军工复合体的身上只要他们支持他，他觉得自己的位置就坐了稳。军工复合体呢，跟这个情报圈的人不太一样情报圈人是高度有组织的，军工复合体呢，它是一个比较松散的一个结构。在这种松散结构中呢，就会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而且这种影响力倾向于部分的相互抵消。你比如说吧，
你如果说是生产海军舰艇、航空母舰、驱逐舰、巡洋舰这样的一种军火商，他们就比较倾向认同中国威胁论啊。为什么呢？因为在跟俄罗斯对抗和在中东反恐战争中，海军派不上什么太大用场啊。你只有说东海起火了，南海起火了，中国要在太平洋挑战美国霸权了，军火商才能拿到订单呢。我们一定要换位思考，你要从军火商的角度做市场营销角度去思考，什么样的市场是它主打的市场。所以对于海军，他们所代表利益集团，对于海军相关的这些军火商来说，把中国锁定为首要对象是合乎道理的。但是呢，另外一部分人就会提出不同的观点啊。你比如说，生产无人飞机的、生产这个战场机器人的这种轻型武器的这些厂商呢，可能认为反恐战争打的时间越长越好啊。为什么呢？因为反恐战争中啊，你海军用不上，空军太先进了没用啊，只有我们这种无人机是特别有用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会力主这个反恐战争啊，要把中东这个问题搞下去，反恐战争永远不能停止啊。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就是传统的武器生产商，比如说搞飞机的啊，搞核武器的，搞这个大型的这个武器装备的，反导弹这帮人，他们会锁定谁呢？锁定俄罗斯啊，因为只有俄罗斯才拥有着跟美国相匹配的这样的一种对抗的能力。这三个部分的人，他们都会通过自己的资助的战略智库去写出不同的关于国家战略威胁来自于不同方向的报告。关于这个战略智库报告，这帮人是怎么写的？我想起一篇文章啊，其实是一个演讲，就是2015年现任的国家安全顾问替代福林的这位麦克马斯特，他做了一篇演讲。他在演讲中就举了个例子啊，因为他也是坚决反对军工复合体干预这个军事采购的啊。他在这篇文章中就提到了，美国有一家啊，就是高技术装备的这样的一个军火商资助了一个智库，搞一个关于未来战场威胁这样的一个安全报告。结果他说，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些人会怎么说？那肯定未来一定是高技术装备的天下，战场上全是机器人，天上都是无人机，根本不需要士兵上前线打仗，一切就是不用流一滴血我们就胜了。他说这种东西是会严重误导军队的，因为他本人他有很深厚的从军经历，而且是打过仗的。在海湾战争中啊，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他带领一个坦克分队被伊拉克坦克这个坦克集群给包围了，是10辆坦克被80辆坦克包围，结果他击毁了所有的敌方坦克，自己无一受损啊。当然了，你可以说美军坦克比伊拉克坦克先进，这没问题，但是他的指挥才能是相当卓越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对于他们这种打过仗的人说，就觉得这简直天方夜谭，这帮人就是简直是胡言乱语，完全不靠谱。那么他讲的这个例子，他特别提到了，就是战争真正打起来不是按照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而是要看敌人怎么应对，敌人怎么出招。你这个战争不是说完全按照你的意志来进行的啊。他举了个例子，比如说2006年在伊拉克，这个美军碰到了重大的问题，就是伊拉克这帮人很多反对美国的这些当地武装，他的策略一直在变化啊。这些宗教极端派一开始他们采取的是跟萨达姆一样的这个战略，就是跟美军正面冲突，要把美军赶出去，当然打不过啊。后来调整战略，改成什么呢？改成城市的这种所谓的恐怖袭击，想把美军赶走，还是失败了。最后他们的领导人一想，我们还得变招，又变了一招，就是我们干脆挑动逊尼派和什叶派进行宗派大冲突，把全国搞乱，让全国每个村庄都在流血，用这种招数来对付美军。哎，你会发现，在战争中，对手的策略始终在发生变化。你如果把伊拉克全国都点燃战火的话，那美国待到那成本就太高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军最后不得不撤出伊拉克。可以说，真正的战争跟那个战略智库报告说的那些所谓的这个那个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他说你要看这个智库报告，一定要看谁出的钱，谁资助的，谁资助了，他一定代表对方说话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各大利益集团在军工复合体之内的这种博弈是必然存在的，而这种博弈在相当程度上会削弱
整个军工复合体作为一个整体的这种力量。